大家回到 Gina TV， 有非常多人呢，他想要保持嘴唇的红润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想要擦口红，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来做秀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分享就是有关于秀唇之后的注意事项。第一点呢，因为我们做完嘴唇之后呢，嘴唇会有一点点微肿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需要留在现场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敷一下修护膏，然后并且观察我们嘴唇肿胀的状况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家进行下一步的照顾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回家之后呢，要非常勤劳的帮我们的嘴唇做湿敷，因为其实你回家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嘴唇有一点点紧绷感。那这时候呢，湿敷对你来讲会让嘴唇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很勤劳的湿敷的话呢，我们嘴唇这一层薄皮呢，它会脱落的比较快，也就是我们结痂比较快脱落，大概3到5天之内就会脱落完毕。那有非常多小天使，他如果比较勤劳的湿敷，3天就可以搞定了。顺便提一下，为什么会有皮？大家现在一定充满疑惑，因为我们在刷嘴唇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的皮肤表皮。那我们透过针，然后稍微在我们的嘴唇上面要让它留色的位置，那就会透过这一层皮。那这层表皮其实它是会脱落的，就好像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剥嘴皮，然后里面会有肉这样子哈。我们在刷嘴唇的时候，这个表皮呢就会有非常多的颜色啊。那它当然也会进入到我们要留色的位置啊，但是表皮这边一定是颜色最多的，所以你刚刷完的时候呢，你的嘴唇会呈现一个好像擦完口红的样子。那我们最终要它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要让它那一层皮脱落之后，呈现这个嘴唇是白里透红的那种样子，是真实皮肤红红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雾眉完了之后，是不是会有点结痂？我们是不是要让那个结痂脱落，然后眉毛就会呈现自然的样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3点呢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做完嘴唇之后会很干，那除了湿敷以外呢，大家也可以使用修护膏去做一个涂抹，让它保持舒适的感觉。千万不可以擦太厚的修护膏，如果我们擦太厚的修护膏呢，它皮肤变成是不能呼吸的。那不能呼吸的状况之下，因为我们嘴唇唇面它有比较多的伤口，那它就比较容易会产生厌氧菌的感染。第4点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因为我们做完之后会有结痂，那这个结痂呢，你千万不要去用手抠哦，它其实会硬硬的。当然啦，其实在唇面大家也比较不会抠，因为你抠的话，其实会有一点点痛痛的，但是会有点像你在拔嘴皮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你一直用手抠的话，不只会痛痛的，会产生伤口，也会让我们的留色不均匀哦。第5点，1周内呢，我们尽量避免吃刺激性的食物，例如像是辣的啊，或者是烟啊、酒啊，这些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刺激性一点的。虽然你的薄皮可能你非常认真的湿敷，3天就掉完了，但是你的唇面还是属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是1周内不可以吃喝这些东西哦。如果有抽烟的人呢，可能你就必须一定要有滤嘴，不然呢，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呢都会对我们的唇面有感染的，那这点大家可能要特别小心哦。第6点呢，但凡你有吃东西，又或者是你有喝东西呢，都要帮我们的嘴唇做一个干净的擦拭。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像是在讲废话一样，我吃完呢，我都有用卫生纸擦我的嘴巴，我都有用湿纸巾擦我的嘴巴。各位同学，就是这个不行啊，好，因为我们的卫生纸啊，或者是湿纸巾啊，你怎么知道它上面没有细菌呢？所以我们1周内，如果我们要擦拭嘴巴的话呢，建议大家要使用纱布，这个呢是不织布的纱布，这个里面呢大概有几片，所以呢我们只要把它撕开，然后你如果吃完东西就拿1片1-2片出来擦拭一下你的嘴巴，这个呢是消毒过的纱布，这样子就比较安全一点。千万不要用湿纸巾，因为我觉得湿纸巾里面呢它可能是有非常多的细菌哦。以上的6点呢，小天使们可能难免往往会有那么一点做不到。好啦，其实是蛮严苛的，是大家都很有可能做不到。那所以第7点要特别注意一下，第7点就是如果万一我们真的有一些状况没有做好，导致免疫力比较差，引发了疱疹或者是细菌感染、厌氧菌感染等等之类的病变的话，那我们也不要太紧张，我们就赶快去看医生，擦个药、吃个药，很快就会好了。比较多人呢，因为在后续的保养做的不是太好，所以就会引发这些状况。那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哦，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，然后就会把前面6点给做好。那做好之后，就比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。希望以上的分享呢，讲得这么的清楚，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好好照顾你的嘴唇哦。Gina TV，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回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，并且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我是 Gina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